大家好，我是于姐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蛋饺的家庭做法。做好了以后，煎炸煮炖都好吃，一次可以多做一点，放入冰箱冷冻保存，随时吃随时取，特别的方便。教程步骤讲解详细，一看就会。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首先我们来打鸡蛋，打多少鸡蛋呢？要根据自己家的多少人口来决定。鸡蛋里面不用加盐，因为我们下火锅煮着吃的时候还可以调味，因为馅料里面本身都有盐。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至光滑细粒以后，再加上一点点的红薯淀粉。加红薯淀粉呢，主要是增加粘合性，等一会儿它好封口。不加呢，它封口呢有点困难。搅拌至粉面全部化开以后，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五花肉，因为五花肉剁的肉馅啊，吃起来才能滑嫩，有筋有肥。然后加入清水，给它清洗干净。洗干净后放入篮中沥水备用。趁着肉在沥水的时间，我们来切点姜。首先我们切成片，然后再切成丝，最后我们再给它切成末，剁得越碎越好。切好之后，给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切点小葱，葱也给它切成葱花，切得越碎越好。切好之后，随便再给它剁一剁。切好之后，分别给它放入盘中备用。调料切好以后，我们下面来处理肉。先把肉一分为二，把皮先剔下来。片下的猪皮也不要扔了，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。下次吃个灌汤包，用它来炖汤，特别好用。接下来把肉给它改刀，先给它切成大片儿。全部切完以后，用刀一气的乱剁，把它剁成肉馅儿。家里面有绞肉机的，也可以用绞肉机绞，但是呢，本人喜欢用剁出来的，用刀剁出来的感觉啊，吃起来有嚼劲，有口感。肉馅也不要剁得太碎，剁得有颗粒感，就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剁好之后，给它放入盆中备用。现在来开始调味，首先加适量的食盐、黑胡椒粉，再多加一点生抽提味儿，再加点蚝油提鲜，最后再加一点鸡精，再把我们切好的葱花和姜末给它加上，不要加完，留一点点。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给它抓拌均匀。瞧这个蛋饺馅啊，可不是做我们平时吃的饺子馅或者包子馅，那个里面可以打水，这个里面千万不要打水。打水的话，在煮制的时候啊，它容易散盆儿。给它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再打上一个鸡蛋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给它托起来，然后进行摔打，摔打上劲儿，进行大约5分钟左右。摔打是黏糊糊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把我们剩余的葱花还有姜末给它放上。接下来起锅烧点热油，油烧热以后，给它倒入葱姜上面，激发葱姜的香味。浇完以后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稠乎乎的，力度特别大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起锅烧油，锅里不需要倒太多的油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开大火先把它烧热，在烧油的同时，我们要把这个蛋液啊重新再给它搅拌一下，因为里面有那个红薯淀粉，容易沉淀在下面。我们再次给它搅拌至细粒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油烧热以后，把勺子放进去，预一下热。勺子里面不用放油，
就这样烧，把烧热了就可以了。烧至预热以后，我们要取出，加上适量的蛋液，给它摇一摇。要想吃皮厚一点的，多摇一会儿。还可以重新给它化肥割去，然后再放上适量的肉馅儿，再用刮刀把这边上给它缠起来，然后再给它盖在上面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一个蛋饺就做好了。像这样做的蛋饺，不管是煮火锅还是煮汤，都特别的好吃。煎好之后，给它放入囊中备用。刚吃方法，把所有的蛋饺全部都给它煎完。烧热以后，我们取适量的蛋液放在中间，就像这样来回的摇。要想吃皮子厚一点，多摇一会儿；要是想吃薄一点的，多余的蛋液倒出，就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肉馅儿给它放进去，再用刮刀把这个边上给它缠起来，再把它包起来。没有凝固之前，就像这样，把它收口，一定要趁湿哦。像这样，我们的一个蛋饺就做好了，然后给它取出。蛋饺全部做好以后，给它放入囊中备用。接下来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水煎蛋饺的做法。在煎蛋饺之前，我们来调脆皮糊，加半汤匙的面粉，再加半汤匙的玉米淀粉，加少量的清水，再加半汤匙的食用油，再次给搅拌均匀。我们的脆皮糊就调好了，放在一边备用。起锅，我们现在开始煎制。首先在锅里面打适量的食用油，然后把油给它涂抹均匀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把蛋饺顺到锅边给它摆一圈，全部摆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个脆皮糊再次给它搅拌一下，顺到锅边给它倒进去。然后盖住盖子，给它焖个3、4分钟。大约焖了4、5分钟以后，我们打开盖子。这个时候我们蛋饺已经脆乎乎的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已经熟透了。我们再用小火慢煎，给它煎至底部焦脆就可以了。现在已经煎至底部金黄了，像这样子，我边上都翘起来了。关火，然后出锅。出锅以后，再点上一点迷人的小葱花，美味继承。吃的时候再调点蘸酱，更加完美。就像我们这样简单一做，好吃又营养的蛋饺就做好了，外酥里嫩，特别的好吃，肉馅特别滑嫩，蘸个蘸酱吃更加鲜美。让大家看一下有食欲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